Hello， 欢迎收看这样玩。这几天我们开着 Model Y Long Range 版，经过一个长途的试驾，包括器械的装载、露营设备的上车跟移动，从 Model 3移到 Model Y， 我们就是想要给大家一个最客观，然后最实际的使用经验。Ioniq 5，坦白讲，在我心目中它的竞争对手就是 Model Y， 所以 Model Y 在这个时候，我自己会觉得啦，我自己觉得这台车其实它真的很聪明，因为它的车道置中的部分真的很厉害。我在使用上的时候，车内的镜头现在会开始侦测我们是否有使用手机，来提醒我们蓝色的方向盘的出现。然后它的置中能力真的非常强，然后智慧方向灯的部分也真的很不错。可是，在台湾有点尴尬，就是你切换车道太快速了，它只到了白线，你往右切，右灯打下去之后，或者它帮你打下去之后，你的左车轮才到右边的车道的一瞬间，方向灯就消失了。所以正确来讲，你的车子并没有在右边车道你换过去的新的车道的置中点，它的方向灯它就消失了，这一点是比较可惜的。那在使用 Model Y 的过程，其实跟 Model 3一样，它其实是非常轻松直觉。那其实就看你们会不会很在意，就是内装的部分。像我就突然觉得跑格设计的车子真的就是比较窄，比较跑格，头枕也没办法移动，然后有加热椅。加热椅的情况下，我就会去思考 Ioniq 它给我的是通风椅。那 Ioniq 没有加热方向盘，可是 Model Y 给我加热方向盘，所以我就会觉得很不错。那我很怀念的就是哨兵，真的哨兵这个功能真的很好用。在出外去买菜、买露营的东西的时候，我停在全联外面的车格，因为车子很大或者车子很少，我就选择外面更大的车格，或者是更空旷的地方，有哨兵模式，真的安心了许多。那在车子最实用的部分，对我而言就是露营模式，两台车都有，两台车的耗能我觉得都差不多。我们同样的都是晚上的12点到早上的8点使用，两台的温度都设定在 Ioniq 是22度，外面是7度。Tesla Model Y 的部分，我本来设定25度，可是25度久了之后，我就口干舌燥，我就把它下降到24度。那我觉得，其实 Model Y 比较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它的萤幕会全黑，所以你在它的车室内真的会觉得很舒服，它是整个全暗的一个休息环境。那 Ioniq 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。它的主控萤幕，因为它有2个萤幕副控萤幕、中控那边它可以全熄，但是主控驾驶仪表板那个还是会全亮，所以在这一点的部分，我觉得真的比较可惜。然后要特别讲一下 Ioniq 5跟 Model Y 上锁的部分之前有提过 Ioniq 5它还要爬到前座去 lock 上锁，这很可惜。Tesla 我用手机就可以上锁、播音乐、调整我的温度，可是 Ioniq 5都要爬过去操控这些的时候并不难，但是你的手要够长，而且你往前爬的时候你会掉下去下面头枕的一个凹槽线处，所以这点要非常注意。讲一个很现实的，那一台车我设定22，这一台车我设定24甚至25、26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会觉得我在 Model Y 上面比较冷，它的后方冷暖气 ，Model Y 是在后方中间。但是我的 Ioniq 5是在左右的出风口 ，V 柱的左右出风口，所以的风向导流其实是不一样的。那如果今天是 Model Y 用这样的时候，我就会去把前面的仪表板让气流是集中从中传这边吹出来的，往后吹，因为下面我吹不到嘛，下面它的中传是有2个出风口，它吹不到我，因为我椅背倒下去之后，它再怎么吹就卡到头枕，也被车好棉所遮蔽住，所以这一点其实我在Model Y 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我的体感温度真的比较冷，真的比较冷的。碰到旁边的侧板的时候，坦白讲也真的比较冰冷。但是在 Ioniq 上面，在使用上面，同样的环境，同样的气温，你碰到它的左右的门板、门饰板，你会觉得比较温暖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材质设计的问题，或者是车高 Model Y 的车高，或者是它 Ioniq 5有卷帘，这一台车没有卷帘。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，多多少少会有影响？那2台车基本上一个晚上都是耗10% 到15%，所以这个部分都不用太担心。
但是你就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你在录影的模式的时候 ，Model Y 有没有关掉哨兵？而我们 Ioniq 5，你有没有把行车记录器拔掉，电源拔掉？这部分能省电就尽量多省一点电。然后大家很 care 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没有雷达了。以前我的 Model 3 Prometheus 版停车或者是前进停车有障碍物的时候，它确实在旁边都会告诉你还有几公里、100公分的倒数。那现在没有雷达，现在只有透过影像。那我觉得在这部分其实，至少啦，真的至少它有左右跟后面，还有前面我自己看得到嘛。所以在开起来的时候，我刚开始会觉得说被拔掉之后很担心，开着开着就习惯了。所以真的人就是这样，就很快就习惯了。那反正你自己就知道嘛，车子大我就不要去挤很小台的车格，车子大我就去刻意找露天停车场，花费的更大。其实这一点我觉得这样就解决了，因为毕竟我们买车，我觉得是空间很重要，智能很重要，安全度很重要。2台车都是很厉害的车种，那你有特别喜欢什么品牌，或者是你有特别讲求内装，2台车动力喷射推进的感觉，2台车刹车的感觉，刹车的细腻度。Ioniq 5可以用拨片去设定强中弱，或者是 iPato。那我们这边可以有 One Touch。Tesla 它毕竟真的就是电车的龙头，它带给我们非常多新的体验，包括灯光秀。真的这次真的成功了。之前 Model 3 Prometheus 版的灯光秀是没有办法，都尾门举到一半了，真的就是不举又掉下来。Tesla Y 直接上去了。好，它的软体真的也一直在进步，然后你也会看到它很多的东西一直在修正。所以其实懂得修正自己的车厂，一直在进步的车厂，你要它怎么不热卖？那我也希望特斯拉越来越厉害。如果它未来它的内装越来越好，而不是说使用了1年2年，我的异音就开始越来越多，就输给传统车厂。Ioniq 5的充电速度，跟 Tesla 的充电速度，一个电池800V， 一个400V， 2个人都可以到200多 kW， 其实都充得上去。但是它可以维持多久？2个人都去超充的时候，你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现代 Kia 对于电车，他们真的有用心，充电速度真的飞快。我那时候还想说，哇，原来不是只有特斯拉它才可以提供那么快的速度。那我要特别讲一件事情，2个人都是在用露营模式的情况下 ，Ioniq 5的露营模式非常的安静，静悄悄。可是我今天在用 Tesla Y 的时候，很明显的听到风扇在运转。风扇在运转很大声。对啊。目前 Ioniq 5它是有在运转的目前它也是有开录音模式，完全没声音，超静音的。我们接下来的部分呢，刚好Steven 他也是 Ioniq 5的车主。那我想要这边问一下 Steven， 在超驾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它的方向盘还有它的转向性是随传即到吗？Ioniq 然后跳到了 Model Y， 针对 Model Y 的部分。Ioniq 5的方向盘比较轻盈，它比较适合女生或是一些在市区穿梭的设定。那至于 Model Y， 它的方向盘是可以调整力道的。对，那我们使用的是那个标准模式。对，其实 Model Y 的标准模式就比 Ioniq 还要来得硬对，来得紧一些，方向盘也比较重，所以对于它高速行驶的状况之下是比较可以胜任的。可是在市区要打方向盘，就要出多点力气。开这2台车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它有点拖泥带水，或者是回转半径会特别大吗？以 Ioniq 5来讲，它的回转半径是大的，因为它的轴距有3米。对。那 Model Y 它的轴距不足3米，照理来讲，它的回转半径应该是比 Ioniq 5来的小一点点，2.9多，我记得它是2.9多。对，所以其实2个
转起来其实是差不多的，车长跟轴距这2台车的设定都很接近。那这2台车你在行驶高速公路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它的安静度跟宁静度了，因为毕竟双层玻璃跟一个加厚的单层玻璃。对。Ioniq 5这边呢很奇怪哦，原厂给的规格表示双层玻璃，但是实际上我们车主拿到车之后，它只有单层，但是它的单层是比较厚的单层。对。那你会觉得2者的宁静度会不一样吗 ？Model Y 在行驶的时候，它的双层玻璃有达到一些效果，就是你车子其他车辆在旁边呼啸过去或是穿梭的时候，它的隔音效果的确是有比较好。对，但是它底盘噪音真的比较大声，可能是轮胎的噪音，也有可能是它的轮拱的隔音做的比较没那么好。对，所以它底盘传上来的胎噪声的确比较大，触感也会比较明显。那至于 Ioniq 5，因为我们是 Performance 版的，它配的是20寸的那个 PS EV 胎，对，那这条胎属于静音胎，所以其实对于 Ioniq 5的行路质感来讲，它的安静性都赢过 Model Y。哦，了解。OK， 我们来访问一下 JK 他本身他自己是 Model 3的车主，那你觉得 Model Y 让你坐起来的感觉是什么？然后在一个副驾驶，因为你平常都是驾驶人，然后你从一个副驾驶的角度去看 Model Y， 你有没有喜新厌旧，想要马上跳到 Y？ 对，讲老实的，真的有在露营的都会想要跳 Model Y， 因为它的空间啊，还有脚踏的高度，其实在乘坐上其实比 Model 3还要好一点。会比较舒适，长时间在乘坐的话会比较舒服。那再来就是它的后面的置物空间，以我的经验，今天的露营就是我把我的装备都带来了。Model 3已经全部塞满，已经塞到不能再塞了。但是我们的 Model Y 竟然还可以再做出一个位置，对。所以如果说有小孩的话，那个 Model Y 一定是比较适合的。对，这是真的。那你在前面坐的时候，你会觉得避震器，因为你本身是 Model 3 SR 车主，你会觉得避震器悬吊跟你的回馈性会不一样吗？Model Y 的 Long Range 的话，它的避震器我觉得比较软一点，比较舒服。对，因为 Model 3可能它的底盘的高度啊，还有避震，所以你在路感上会比较明显。对，尤其在一些，比如说我们在上营区的时候，会有一种水泥路。那个就比较明显了。你是指说 Model Y 在经过水泥路，还是 Model 3经过水泥路？Model 3经过水泥路的时候会更明显，比 Model Y 还要更明显。对，好，因为其实我有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这几天我们胎压，其实我后来才发现，我们其中有一颗胎压已经高达50 PSI 了，所以这部分其实它的可能硬度太硬了。然后 Model Y 它这次原厂标配是19寸，然后也是 EV 胎，可是我总觉得开起来的感觉并没有像 Ioniq 原厂配米其林的 EV 胎那么好开。这一点的，以上这几点的话，再给我们这样玩的一个观众去做一个新的分享的评估，因为其实开电动车就是要带给我们更好的体验，更美好的生活。OK， 就这样咯，拜拜。如果你问我2台车哪一台好，哪一台值得入手，我只会跟你讲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2台都想要。对。